сжата, твердь дрожит под ударом ста. Пусть запомнит седая дата тех, кто выше любого креста. Цепь времен в наших жилах бьется, гор небес над землей поет. Тот, кто пал в легионы, зовется, тот, кто выжил бессмертие идет. Грянет буря стальных знамен, смерть и слава один закон. Там, где ветер сечет, лет мы сомкнем боевой венец, зов земли в нашей крови горит. Каждый шаг наш гранит седой прост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игов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приговор. Сталь, земля, вечность, вечность. Сталь в ножнах поет о далеком, лед трещит под тяжестью лет. Небосвод, что казался высоким, ждет кровавый полночный ответ. Взгляд, как искры костра в буране, сердце молот в грудной тишине. Срок измеренный, путь наш в тумане, ножны брошены в стылой волне. Грянет буря стальных знамен, смерть и слава один закон. Там, где ветер сечет, лет мы сомкнем боевой венец, зов земли в нашей крови горит. Каждый шаг наш гранит седой простор.哎，各位，今天的直播呢，就这么简单开始啦。那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那听得到声音、看得到画面的各位，今天要跟你讨论的事情相对比较严肃，而且我不觉得这个事情在台湾有比较不严重。那你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件事情。那如果声音都没有问题，或者是画面都没问题的话，麻烦留个言，让我大概知道一下。那你一边留言，我一边讲。今天这个是我在北监写的一篇专栏啊，因为当我人在北监的时候，看到美国这个状况，我觉得好熟悉啊。我告诉你，监狱里面比外面还要来得平和的多了啊。外面正在大罢免，势不两立，我跟你拼个死活。但里面大家每天就是这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上9点就要熄灯，然后每天我们是上午7点吃早饭，然后10点半吃午饭，下午3点半吃晚饭，健康的很呐。但美国跟台湾不一样啊，美国是动辄就可以抄家伙吗开枪的。台湾没这么麻烦，所以大罢免跟大枪决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我们要继续往下讲。这个礼拜天是兵哥来，因为上礼拜他 delay 了1周，所以这礼拜天是他来。所以我们今天不谈台湾，至少不从台湾开始谈，我们从一颗子弹开始说起。今天的定场诗是：你打我人皆不义，你伤他众尽称冤。同是操戈分左右，隔墙看火论中间。一枪未定千般罪，百案翻来两样严。最怕高墙贴标签，围墙从不在对面。
今晚要讲的事情呢，是一个陷阱，不是别人给你设的陷阱，是你每天每一次打开新闻的时候，亲手替自己设的那个陷阱。那个陷阱长这样子：每次有政治暴力发生，你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问题，一定说这哪一边干的，不是左派就是右派，对不对？尤其是在美国。我跟你讲，台湾以前是不会懂什么叫左派，什么叫右派，但是随着这一波的大变化，台湾越来越走向左派，而美国越来越走向右派。所谓的左派就是先进派、进步派，觉得男女平权，觉得这个只要他认为自己是女生就可以上这个运动场打球，这个比较算左派。那右派呢，在美国就是支持拥枪权，支持正常婚姻，反对堕胎权，就是这样分的。台湾以前没有这么明确，但是现在全部都变了。来，左派干的还是右派干的暴力事件，然后你会松一口气，或是觉得很愤怒，答案是决定于到底是不是对面干的。那一位美国很爱发大写贴文的总统啊，在 Charlie Kirk 被刺杀之后，讲了一句话，说我们要去查是谁资助了这场暴力。他的副手 J.D. Vance 更狠，直接说这不是两边都有的问题，如果两边都有问题，那有一边的问题比另外一边还要大得多。你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大家都在怪来怪去，怪，什么嘞？为什么？他直接说这不是两边都有的问题哦，如果两边都有问题，那有一边的问题比另外一边要来的大得多啦。来，你看看我后面的这一个数字，我一边讲一边看，因为美国的枪支暴力事件实在太多了，两党都被开枪打。那但是到底是谁开枪，谁害人，我们先不管。我今天会用一整集直播为你做一个美国科普。你知道，当你觉得一定是对面出问题的时候，正是一个认知陷阱的入口。而且我会告诉你，当这个陷阱从你的脑子里爬进了一个国家的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真相总是伤人啊！今晚特别伤，我们先从这个事情开始讨论。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电视节目。这一集的骨架呢，是我真的用原子笔写，一笔一画写在稿纸上。那个时候我的手边没有网络，没有即时新闻，只有一份《经济学人》。那小弟我的脑子停不下来，所以我在稿子最上面写了一行字，这行字就是今天的标题：到底是左派危险还是右派危险？因为那个时候2025年9月，你在北间几乎什么都不变的一个状况之下，你忽然之间听说美国保守派里面最年轻的新秀，最有机会接川普的班，当然不是第一班、第二班，以后再接，竟然忽然之间在犹他州一个保守州，他是美国保守派里面最会也最敢跟年轻人吵架的那个人。他在犹他州演讲的时候被人家一枪打死。他18岁的时候，他就创办了一个叫做美国转捩点 Turning Point USA 的青年组织，跑遍全美国的大学校园，摆一张桌子一个牌子，上面写的 Prove me wrong， 证明我是错的啊，来跟我吵啊。然后跟一群大学生辩论堕胎，辩论性别认知，辩论移民。他是那个川普还有 J.D. Vance 最重要的青年庄脚之一。2025年9月10日，
他在犹他谷大学的一场户外演讲活动里面脖子中弹，当场身亡，得年31岁。一个仅只有31岁的人在讲台上，因为他讲的话被人开枪打死，这件事情本身毫无模糊空间，它就是一场悲剧，一个该被毫无保留谴责的政治暴力。先把这句话讲死，因为接下来我要讲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在替凶手开脱，一句都不是。但是 Charlie Kirk 的死在美国引爆的，直到今天都不是哀悼，是猎巫。他们开始到处抓左派，怎么这么糟糕，这么爱杀人，太可恶了。因为案发之后还没抓到人，川普就已经对着镜头说这是激进左派，这是 Antifa 干的。JD Vance 接手了 Kirk 那个节目，在节目上说了我刚说那句话，这不是两边都有问题，意思说这不是左派也有问题，右派也有问题，这是左派的问题恶性的多，整个保守派的舆论场瞬间指向同一个方向，左派疯了，左派危险，左派是暴力的温床。你知道，我第一时间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也觉得还算有道理，因为看起来是左派把 Charlie Kirk 打死了，那个当下证据都指向了左派开枪。等一下我会给你看一组数字，你也会忍不住点头。可是我在北监待久了，养成一个习惯，我很清楚什么叫贴标签，我很清楚被贴标签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做了这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判断。我会停下来问一句话，是这件事情真的这么一面倒，还是我刚好想看它一面倒？你知道，你久了你就会发现，这世上的真理虚假没有那么容易分辨，你会倾向听让你自己觉得舒服的内容，而不是真相。所以每一次我看到有一个太顺利的结论，我脑中的警铃就会响。左派危险在 Charlie Kirk 死后的那几天就是一个太顺的结论了。每一个人都觉得对，就是这样子，没有错。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真是这样子吗？因为有人希望你只往那个方向看。真正一面倒的很少是事实，多半是故事。事实是毛躁的、矛盾的、到处长刺的，只有被人整理过，要拿来说服你的叙事，才会那么干净、那么一致、那么顺着你的情绪。所以每次我看到一个太顺畅、太漂亮的结论的时候，我会觉得担心。当时整个美国都在怪左派 ，JD Vance 把一张图往镜头前一放，你就信了，让我也跟着信了。一个结论越是不费力就能让你相信，你就越应该怀疑是不是有人帮你省下了思考的力气。这一停呢，我暂停思考的这一个瞬间，停出来这一集啊，这个2026年7月啊，我回头看我自己在稿纸上写这个问题啊，我得到的答案是，这个问题不是正确的问题，不是因为它没有答案，而是因为它是一个陷阱题。就跟如果有人问你是不是还在吃大便，你回答有或没有都上当了，因为这个问题预设你吃大便，你吃过大便。所以左派危险还是右派危险这个问题也一样，它预设的危险一定在某一个派系、某一个立场上，不是左边那一张就是右边那一张，而完全看不到的是这个真正危险的东西，它在你自己的心里。今晚我们会把这个陷阱呢一层一层来做分析啊。来，我答应过要给大家看这件事情。科克死后 ，Charlie Kirk 死后没几天，美国一家很有名的民调公司叫 YouGov， 就是 Your Government， 做了一个调查，题目很简单，就一句话：政治暴力有的时候是不是正当的？这问题很奇妙，对吧？
来，政治暴力是不是正当的 ？Is political violence sometimes justified？ 然后把受访者按照政治光谱分类，非常自由派、自由派、中间保守派、非常保守派，结果数字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自称非常自由派的人里面有25%的人同意政治暴力有时候是正当的，4个人里面有1个。自称非常保守派人里面呢，只有3%，25%对上3%，你把这2个数字并排放，视觉冲击力很强。25:3啊，差了8倍啊！如果我是 JD Vance， 我要证明这不是两边都有的问题，左派恶性的多，我更不用多讲什么，我把这张图往镜头前面一放就知道了。你看左派多可怕！左派爱开枪，虽然右派支持拥枪权，但左派有1/4的人觉得暴力没问题，左派只有1/20，数字不会骗人吧？我那时候看这个数字，心里也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而且不止这一组，你把所有的美国人平均起来，同意政治暴力有时正当的比例是11%，多数人72%是从来都不正当。所以主流民意是健康的，绝大多数美国人反对暴力，这很好。但是在那11%里面，光谱偏左的那一端，密度明显高于偏右那一端。所以第一章我先不跟你唱反调，我先诚实的承认，如果你只看 Charlie Kirk 去年被开枪打死之后这个时间点，这一组数字啊，左派比较容易合理化暴力这个结论是有数据支撑的，它不是凭空捏造的。那位副总统呢，并没有说错，他至少手上是真的有一张牌，但牌是真的，时间不对劲。我们来分析中间的关键，先花1分钟跟你讲一件关于数字的事情，因为这关系到你这辈子会不会一直掉进同一个陷阱。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25:3这种数字对我们脑子有这么强的杀伤力？因为数字给你一种客观的错觉。当一个人跟你吵架说左派就是比较暴力，你会反驳他，因为这是他的意见。可是当他掏出一张图，上面写的25%对上3%的时候，你的防御瞬间就垮了，因为数字看起来不像意见，数字看起来像事实。你会觉得跟数字吵架好像是自己不讲理，这就是统计数字最危险的地方。一个精确的数字会让你忘记去问它是怎么来的，你被那个小数点后面的精确度催眠了，你以为精确就等于真实，可是一个测量方式有问题的数字，它再精确也只是精确的错。一支坏掉的温度计可以非常精确的告诉你现在是37.5度，但它量的根本不是气温啊。25:3就是这样一支温度计，它非常精确，也是真的。You government 真的问了，人们真的这样答了，但它量的东西不是哪一边比较暴力。我先问你，一个在自己人刚被杀的当下做出来的民调，它量到的最可能是什么？是情绪，是伤口，是防卫。好，现在你有心理准备了，我来分析一下。这组数字有个要命的问题，它是一张 snapshot， 是一个快照，它拍下来的时间呢，是Charlie Kirk 刚被杀，整个社会的同情心正大量涌向右派的那一个瞬间。一张快照最危险的地方在于，你以为他拍到的是一个人长相，其实他拍到的只是那个人某一秒钟的表情。你多按几次快门就知道了。欧弟说：“朱大好，最近都是看回放，晚点也有事要离线，先小抖支持，没有问题。大家都是有不同的时间，要不同的工作的。最近的东西有的比较硬，有的比较轻松，有的弹性比较大，都是看我怎么决定的。来，明天就是要谈在台湾移民要移去哪哦，这个东西相当实用，请各位好好的思考要怎么派上用场。来，坏掉龙九说，请支持无刷马刀具单人阿鲁巴老朱兵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朱助不打气，谢谢。来，我们把这个快门呢多按几次啊？为什么要多按几次？因为
经济学人做了一篇调查，他把 U Government 历年来问过的同一道题目，一次一次翻出来，排成一个时间线。我先帮你把这条时间线上的几个关键时刻标出来。2022年，当时的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跟川普势不两立的那一位，把台湾的海峡中线送给对岸的那一位，她老公在自己家里被一个闯进来的人用铁锤打到头破血流。这是一起针对民主党大佬家庭的暴力。那个时间点，你去问政治暴力正当吗？你猜哪一边容忍度比较高？2024年，川普本人在宾中的造势活动上，耳朵被子弹擦过，台下一位参加者中弹身亡。同一年稍晚，他在佛罗里达州打高尔夫，又遇到第二次未遂的行刺。2次针对的都是右派的最高象征。那个时间点再去问同一道题，你猜哪一边的容忍度比较高？我相信您猜到规律了。答案是被攻击的是谁，决定了对面那一边的容忍度会不会升高。因为你会觉得啊，好爽啊，赞，哎呀呀呀呀呀，太棒了，帮我出气。裴洛西的丈夫被打，右派受访者里面觉得暴力有时正当的比例会微微上升，因为潜意识里面被打的是你们民主党的人。还好，活该。反过来，那个谁谁谁遇刺，左派受访者那一端的容忍度就会往上飘。被打的是川普，那就我知道你听了可能想反驳啊，他说朱大，你不要把大家都想得这么糟啊，我就不会这样子，我对暴力的态度是一致的，不管被打的是谁我都反对，真的吗？我们来做个小实验，这个实验你在心里做就好，不用告诉任何人，因为答案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不舒服。我念2个新闻标题给你听。第一个是某位你很讨厌的政治人物，今天在路上被人泼了一身油漆。第二个，某位你很支持的政治人物，今天在路上泼了一身油漆。同样是泼油漆，你诚实问自己，你读到这2则新闻的时候，心里那个哎呀，这样不太好吧？力道是一样的吗？如果你跟大多数人一样，包括我自己在内，你会发现，读到你讨厌的那个人被泼油漆的时候，心里冒出来第一个念头，可能不是哎呀，这样不对，而是哎呀，替天行道。你自己都不太愿意承认那种活该。他可能只闪过0.1秒，你马上就用正常人理智把他压下去了，但他这个有闪过1秒啊。那0.1秒就党同伐异啊，它不是坏人才有的东西，它是每一个人脑子里面的预设值，包括正在讲这句话的我。这个现象，政治学上有个名字叫做党同伐异，翻成白话文更精准。我的人被动，你就十恶不赦；你的人被动，我觉得还好啦，事出必有因。同一件事情，一个人被暴力对待，你的道德判断居然不是取决于暴力这个行为本身，而是取决于躺在地上那个人跟我是不是同一股，这才是真相，好不好？这才是真相啊！现在回头看一下前面的25-3，看一集嘴炮记录是说，哎呀，泼歪了。哎，各位有没有去看那个滨崎直绪是吧？一个前 AV 女优，现在变成 DJ 了。她之前在呛台湾赚的钱太少，结果骂一堆青鸟跑去洗她，然后结果滨崎真绪说：“哦，岩上叫这个是吧？我觉得还好哎，温度很低呀。”而且他还呛，干他真的很呛，一集嘴炮几乎是最爱他了。他真的很呛，他说什么？以前我的工作也是让人高潮，但现在没想到我打几个字，很多人就高潮了，真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滨崎真绪吧，
来，所以 Charlie Kirk 是谁？是右派的青年偶像。他被杀的当下，去问这到底又发生什么事情？右派受访者悲愤填膺，他们对暴力的容忍度会被压到谷底。所以你看到非常保守派只有3%，这不是因为保守派天生爱好和平，是因为这个时候躺在地上是他们的人，所以他们觉得很伤心，暴力是不对的。那你看到左派受访者呢？他们处在一种防卫姿态，社会的矛头正指着他们。那25%很大一部分就是被逼到墙角的防卫性数字，而不是我们热爱暴力的自白。我把话讲得更白一点，假设这只是假设，假设今天死的不是 Kirk， 而是一个左派的青年偶像。被一个右派枪手打死，那么同一道 U Government 的题目再做一次，那个25-3会怎么样？它会翻面，而且变成右派那一端的数字冲高，左派那一端的数字被压低，因为打倒的是我的人，我当然不支持。锅巴喷火说这个女优很会讲话，赞吧？而且她光靠呛人，妈不得了，流量暴增。但是人家现在不是女优，她现在不拍片，她现在好像是 DJ 啦。McKinsey 说，朱大，我刚看完《奥德赛》了，全程无尿点，长达3小时。3个小时的电影，我现在没有什么力气在看了。我前几天才把《教父》第2集看完，我正准备要看第3集，因为华哥叫我做《教父》3部曲的分析，我要把片子看完。对啊 ，ZK 蔡的那个是原文，叫做“让人高潮原本就是我的工作”。现在已经进化到用文字就能令人高潮。看那个 OQ8901 说又跳电了，最近怎么常跳电？去问党啊！来，经济学人把历年数据看到东西，那个百分比是跟着事件主角的党派在跳动的，是左派的党被打，左派人就觉得暴力超坏的。右派人觉得干刚刚好而已，怎么不打准一点？他根本这种所谓的正义感根本不是一个稳定的，可以拿来定义哪一边的本性的常数，它是一个温度计，量的不是谁比较暴力，是这个礼拜轮到谁在哭。而且更简单的是 ，JD Vance 说的左派恶性的多，永远不会告诉你的。谢谢景浩兄抖了10个会员。也希望我们的非洲人们赶快拿到会员，不要再抱怨。Len Phoenix 说：“我在洛杉矶，听说是黑人演超级大美女海伦，我不想看。有人说好看，原因是什么 ？McKinsey 赶快来回答，我还没看呢、啊。来，因为真正因为政治暴力而死的人，你算他的尸体数量就知道了。”从2001年到现在，美国本土因为政治极端主义而死亡的案例，大约有75%到80%来自极右翼，就是右派杀人反而比较多啦，75%到80%。你发现那个荒谬的地方了吗？当你的民调问说你觉得暴力正当吗？那是一个会随着这个礼拜谁被打上下乱跳的嘴上数字，就跟台湾有88%人愿意上战场为国而战。请注意，他的问题里面没有说上战场，他问题是说有多少人愿意为国而战，在打键盘也算为国而战啊。然后再躲在家里，不要出去拖累大家，不要浪费人家子弹，也是为国而战啊。你看，就是这么好笑。科学终将胜利。科学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件就是，当一个政治人物斩钉截铁跟你说危险都在对面的时候，你要做第一件事情是问他，你这句话是拿哪一天的结果分析的？我再强调一下那一次的对比，民调数字是嘴巴说的，会随情绪翻面，死亡统计是尸体算的，长期不会骗人。那位副总统挑了会翻面的那个当论据，却绝口不提那个不会骗人的。当一个人选择性的只给你会翻面的证据，你要问的不是这个证据对不对，而是他为什么不敢给你看另外那个。
一个真正想让你看见真相的人，会把2张图都摊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判断。一个想动员你的人，只会给你那张刚好能点燃你的事情。所以今天我手上拿的是我刚从那个厂商那边拿来的智利的富士苹果。智利的富士苹果，我跟你讲，我在北京的时候对智利的苹果印象很差，因为我吃到智利苹果的时候都是冬天了。但问题是，智利来的苹果应该是夏天，就是他们的冬天，它出产苹果来到台湾坐船，应该是我们的夏天才是最好。但结果我吃到是冬天，所以苹果那个时候就是不开心不好啊。但我今天吃的这个现场吃给各位看，你看，第一个个头大不大？很大吧。第二个有没有上蜡？应该也没有上蜡。第三个脆不脆？你听声音就知道，因为这是智利来的富士苹果，那基本上开柜就送了，就这样子。谢谢华哥抖内一个贴图，希望华哥没有受到股市影响啊！我最近还在研究《教父》，看到第3集，来，前2章我们分析的是数字，第3章我们要猜的是因果。谢谢华哥又送一个雷米金杯，我觉得这个智利苹果比我当时吃的要好很多。我们刚推出上架，1袋10颗，快递到你家。我知道网友听了之后会说：“好，朱大，就算民调数字会翻面，就算长期死人的是右派居多，可是 Charlie Kirk 真的被打死啊，这是真的暴力，你总不能说这是右派自己人干的，当然不是。对啊，Charlie Kirk 真的死了，但我要你把视野拉开来，看看 Kirk 死的那一年，那一块土地还倒下谁？”2025年，就在科克遇刺的同一年，明尼苏达州一位民主党籍的州众议员 Melissa Hortman， 她曾经当过州众议会的议长，跟她的丈夫在自己家里被人枪杀，2个人都死。同一年，宾州的民主党籍州长 Shapiro， 他的官邸在犹太逾越节的晚上被人纵火，火是从他一家人睡觉的地方烧起来的，所以人没事。再加上前一年川普自己也是2度遇刺，你把这几件事摆在一起看，你就知道了。Kirk 是右派，死了；Portman 夫妇是左派，死了；Shapiro 是左派，他的官邸被烧；川普是右派，2度被开枪打，这是什么？这不是哪一边有问题，这是一台绞肉机呀！他不挑党派，他2边都搅，而且这表示美国现在出了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怎么会一个国家政治暴力这么严重，各种谋杀。而且我要讲的重点不是2边都有受害者这么简单，
我要讲的是这台绞肉机为什么停不下来。我原稿里面写了一句话，现在看我他妈真对，看我简直是先知。我说这一次成功，暗杀成功了，下次就会引发更多的暴力，因为暴力是最快的、最好解决的事情。暴力是会传染的，而且它传染的方法特别阴险，它不是靠我恨你，所以我打你传染的，它是靠一张许可证传染的。你想想那个心理过程。当我们这边有人被打了，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会在群里面升起来？是悲伤，但紧接着悲伤是一种更危险的东西。我们被打了，所以我们有权还手。这个有权就是许可证。霍特曼被杀，他那一边人心里会想：你看右派多么暴力，我们的温和是不是一种软弱？克格被杀，他那一边人包含了 J.D. Vance 直接说出来，我们要用尽一切手段，把对面识别、瓦解、摧毁。每一次我们被打了，所以我们有权反击，都在替下一次的暴力盖上一个合法的印章，发出去一张新的许可证。这张许可证最恐怖的地方是，它是双面影印啊，左边发一张，右边就发一张。左边说他们先动手了，右边也说他们先动手，两边都真心觉得自己在还手，两边都真心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于是这台绞肉机就有了永远不会停的燃料。对，台湾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左右，他妈我们就是抗中跟不抗中，就这个差别而已。但是偏偏当局会做一堆奇奇怪怪数字，告诉你有88%的人愿意上战场为更正，愿意为国家而战，嘴巴说说也算。而且美国这一台政治绞肉机啊，有另外一条。对 Land f o n e 讲的没错。我跟你讲，奇怪的地方是，民进党原来应该是左派，你看他反核挺同婚，但现在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你很少看到民族主义的左派，对不对？怪了，对不对？我不知道有哪一些党派是民族主义的左派哦，你好好思考一下啊。民生苦语说猪大苹果多少钱一斤？看起来品质不错，我觉得蛮大的。你直接点我置顶啊！干，今天忘了置顶了，靠呗。等一下，妈，难怪我这么开心吃苹果，原来我竟然忘了置顶，真是的。哎，不要说纳粹哦。好啦，我置顶了。你要买那个自定富士苹果，点进去看多少钱？因为我还没有备起来。所以呀、美国这一年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啊，那个叫 No Kings 的运动，2025年6月第一次上街。
500万人，2100个据点。还有收下说老朱真的有深度，我美籍台裔右派住在北加，大家相信我，干你右派住加州哦，你还住北加哦。老朱讲的就是美国目前最恐怖的危机内战，我还不敢推到内战那一边，但是左右派现在已经严重到老死不相往来，而且动辄拿枪上街。你知道第二次No King 运动2025年10月上街将近700万人啊，到了2026年3月第3次估计有800万人啊，超过3300个据点，一个国家基本上已经分裂到这个程度了。我跟你讲，他妈的，像台湾这种靠美国的小国就挫赛了，因为你靠哪边都有问题，你靠哪边都错。所以不，你说美国只有当权派跟改革派彻底错了。美国的左右派分得非常非常清楚，你甚至看打扮就知道。你在德州、加州我不敢讲，你在德州基本上看到牛仔帽 open carry 的，他妈铁定是右派。铁定是右派，德州也有左派，但是德州以右派为主。那我们这样讲，超过3300个据点的一次示威这是美国历史上第2大规模的示威。半年多反对川普，说是反对右派，其实反对川普，从500万人抽到800万人。那你看这有多严重？你发现那个规律了吗？政府压的越用力上街的人就越多。国家机器每喊一次识别、瓦解、摧毁，街上的人数就往上跳一级。这不是巧合，这是同一台绞肉机的另外一面。暴力跟压制，掌权就暴力压制，在野就不停的抗争，你会召唤出更大规模的对抗，而更大规模的对抗又会被拿来当作你看威胁果然在升高的证据，于是又召唤出更强的压制。谢华哥又抖了一个红牌。一边呢发许可证给街头的抗争跟零星暴力，一边发许可证给国家的系统性压制，然后这2张许可证互相喂养、互相壮大、互相仇恨。谢谢华哥跟何玉米的抖内，它变成是一个循环，不是一条直线，是一直彼此互相喂养、互相喂养，越转越快的永动机呀！哈，Land Fonet 说我在加州，这里实在太左，我都想要搬到德州了。如果不是看在加州大学系统是美国最好的公立大学系统份上，例如中学教学生堕胎不用告诉父母，真扯淡。还不用讲嘞，妈，加州还有那种，如果那个你不要说堕胎连想性别变换都可以在学校接受辅导，不用跟家里讲，刺激吧？年底的美国选举不会是关键，没有，因为共和党一定会输，目前看起来不妙，它不是关键。马斯克生儿育女是因为在加州，是因为加州比较开放啊，他现在人跟那个工厂不都移到德州去了？那坦白讲台湾现在有很多人想要移民去德州为什么？因为德州税低，而且学区也不差，
而且它的电力相对稳定，而且最近的高科技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多了。我提醒一件事情，我完全没有说那800万上街人是暴徒哦，不是不是，绝大多数的示威是和平的。我说的是一个结构，当一个社会开始用安全的名义去压制表意自由，就会用更大的规模反弹，然后双方都会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需要的那个敌人。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还是人对人的暴力，街头的、私人的、零散的。接下来，当许可证被交到国家机器手上的时候，事情会失控到什么地步？我跟你讲，为什么说美国现在挫赛的原因，就是绞肉机接上了国家电源。我这样讲啦 f u n Win， 看你的名字很难念。你去德州移民，你不要期待右派也接受你了，你反正就是一个台裔美籍在那边，你他妈以为大家都接受你啊？那其实你住台湾，台湾也不是每个人都接受你啊。你拿了台湾身份证，你以为大家接受你？外籍新娘嫁来台湾，你以为台湾人接受你吗？陆配特别帮你取了一个名字叫陆配，台湾有接受你吗？讲到最后，他妈每个地方都是彼此歧视来歧视去。我跟你讲，因为我研究移民那一集，我发现结果根本没差，基本每一个地方不要说表面上怎么样，实际上都歧视你。日本人客客气气、礼礼貌貌，他骨子也是歧视你。台湾人也是啊，台湾人你有没有看到前一阵子不知道台中还是桃园哪一个健身房贴出来，因为外籍劳工来我们这边健身人数太多，影响其他人，所以6点以后不准外劳进来。我问你，你说的外劳，像方恩格穿着一个小背心去健身房做运动，他算不算外劳？他是外籍劳工哎，那你会不会不让他进去的？你不会呀、那所以嘞，所以你歧视的是东南亚人嘛？那就是一个歧视链呐、皮肤白的歧视皮肤黄的，皮肤黄的歧视皮肤黑的，这搞什么？我今天跟你讲，只是没有被翻出来，大家还在假装。所以我跟你讲，台湾现在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你们不要不信。台湾的外劳现在很有钱了，有在山上种地开垦，然后拿去市场上卖的，有钱多到可以去健身房的。所以啊，谢谢何玉敏。所以大家都别装。所以你要当移民，你在台湾也是一种移民啊。你他妈要不要去跟原住民比啊？谁先来台湾的？一个国家不稳定，不是因为你是不是这个国家土生土长的人，而是这个国家有没有鼓励仇恨。台湾现在国家非常鼓励仇恨，就这样子啊，讲简单一点。锅巴喷我说，上次见到有外劳做医美的，上门为客户割包皮，不是上门哦，是叫你上车，他在车上割包皮来直播嘞。你看外劳多敢多厉害！前面3章啊，我们讲的是你内心存在的那个陷阱，但这一章我要告诉你，如果这个陷阱法制化、武器化，变成整个国家的心脏的时候，会长成什么样的怪物？因为美国现在就变成这样子。我跟你讲，2025年我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里面有一句话，
我说啊，MAGA 这一派的人开始想怎么样？他想要针对那些推动左派理想的基金会动手啊。那个时候呢，是2025年，我讲的还只是想，但是没有想到，我话没讲完，没说多久，事情就这么开开心心、帅帅气气的发生了。它变成了政策，它变成一连串真实发生，有官员具名，有法条引用，有红色印章的国家行动。我带你一步一步看，看这台绞肉机啊是怎么样一格一格接上国家电源的。第一个点名，Kirk 死后呢 ，J.D. Vance 代班主持他的节目，白宫的副幕僚长米勒，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川普身边最鹰派的那颗大脑。他在节目上对着镜头讲了一段话，他说 Kirk 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国内恐怖运动。然后说了这么一句哦，我尽量照原意翻给各位听，你就知道美国现在分裂成什么程度。他说：“我以上帝之名发誓，我们要动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整个政府的一切资源，去识别、瓦解、拆解并摧毁这些网络。以上帝之名，要摧毁这些网络。”J.D. Vance 在旁边补了一刀，我们要去追杀那个煽动、促进并参与暴力的 NGO 网络。然后他们点名哦，各位，你知道沈伯洋跟这一系列点名还有关系嘞？他点名什么？福特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就索罗斯家族那一个，还有一个专门追踪右翼极端主义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这几个名字啊，全都是美国自由派公民社会的骨干。第二个，Sosha 说去德州当4等公民，除非是 Austin。来，我跟你讲那个问题，我刚为什么会提到很多人想要去德州移民？因为钱不够。你没有钱的时候，去德州移民的费用大概只有加州生活费的1半。所以是德州生活成本低嘛？你看，来那个我刚没看到，结果 Life on Net 有讲，德州的生活成本低啊 ，Single Family House 的平均价格，德州33万美金，美国平均44万，南加州一栋225万呐、你看这个差多少？所以重点不是被不被人家歧视，他妈大家都歧视。只是德州歧视你，但比较便宜。然后 Manchong Wu 说：“我相信外劳很有钱，我越南籍的同学每年爽领10万1年补贴，国家给的哦，台湾的国家给的哦。然后他再找一份月薪4、5万薪水，基本上就比台湾大学毕业生或是做到低阶主管的人要多了。”来，光点名还不够，这些左派基金会呢，你得要有法律的啥。于是川普气势出马，说要用一个叫 RICO 的法律去办索罗斯。RICO 是什么？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原来是拿来办黑手党的，专门对付那种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洗钱、围标、勒索。现在他们要拿这个专门砍黑手党的刀，就是对付 Godfather 教父的刀，去砍一个赞助人权组织、资助独立媒体、资助奖学金的基金会。我也没有说索罗斯一定对，但是川普做的是清清楚楚、彻底的坚壁清野。宪发668说：“沈老弟为朱大加油啊，没问题啦！你听我的内容还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啊。”来，川普在电视上怎么讲的？他说索罗斯应该被关进监狱，他是个坏人。
就这么直接的一个95岁匈牙利出生的犹太裔大屠杀幸存者，一个从来没有在美国政府当过任何官职的人，总统在电视上说他应该去坐牢，司法部也动喽。川普不会其中选举黄了，川普是其中选举共和党会输。这里也有逼友，哈哈！我也来一句：长生不老，永远不死，爱你哦！朱大牛逼，峰哥亡命天涯，牛逼，永远不死。所以啊，司法部也动了。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办公室下面一位资深官员发了一张条子给超过6个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叫他们准备好对开放社会基金会展开调查。条子上甚至列出了可能的罪名，你看这些罪名哦。纵火、电信诈欺、资助恐怖主义。再来第3步，扩大定义，这是最阴险的一格。你先办几个基金会，范围太小，怎么把网撒大？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暴力。2025年9月，川普签了一道行政命令，正式把 Antifa 反法西斯主义定性为国内恐怖组织。这里有个天大的笑话 ，Antifa 根本不是一个组织。它没有总部，没有头目，没有会员名册，没有银行账户，它就是反对法西斯这4个字的缩写嘛，是一种立场，不是一个实体。美国公共电视访问的极端主义专家讲得很白，你要把一个立场定性为恐怖组织，然后动用国家机器去摧毁它。这在法律上根本没有这个东西，美国的刑法里面压根没有国内恐怖组织这个罪名的框架，但他们不在乎法律上有没有，因为把 Antifa 定义成恐怖组织，真正的用处不是去抓 Antifa， 因为你抓不到一个不存在的组织。真正的用处是，从今以后，任何一个反对政府的人，任何一场示威，任何一个资助示威的基金会，都可以被扣上你跟 Antifa 有关这顶帽子。还没完，行政命令签完没几天，又出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编号 NSPN-7。这份文件更狠，他把哪些思想列进了会自身暴力的温床？他列了反基督教，列了反资本主义。你听清楚，反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思想，从此被一份国家安全文件划进了暴力温床的范围。我看过太多这种扩大定义的操作。你要对付一个异议者，最好用的方式，从来不是证明他做了什么坏事，而是扩大坏事的定义，直到他整个人刚好被框进去为止。第4，最惨的地方在哪里？最惨的地方在这里，这个绞肉机卡住了。因为川普他们硬要办，但结果办不动。讲到这里，你一身冷汗了，对不对？完啦！美国国家机器全面启动，这些基金会、这些异议者是不是要被碾成齑粉了？没有，这是今晚最反高潮却最重要的一段。这台绞肉机接上了国家电源之后，开足了马力，然后它被像样的法官给卡住了。我给你看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哦，那个谁谁谁的司法部为了满足他要报复政敌的要求，火急火燎的办2个案子，一个是办前 FBI 局长科米，一个是办纽约州检察长。这2个案子2025年11月底被联邦法官一一驳回了，理由是程序有问题，案子根本站不住脚。那要办索罗斯的那份8000万美金资助恐怖组织的报告呢？那份报告是一个保守派智库赶在柯克死后1个礼拜生出来的，结果呢，那个智库后来自己收回去了，承认报告的内容夸大了，连司法部想拿来当弹药的东西供货的人自己都认了灌水。你看懂了这一格的意思吗？
这才是真相，总是伤人最伤的地方。伤的不是国家机器很可怕，那个大家都知道，伤的是一台被政治情绪推着不顾程序，急着要证明危险都在另一边的国家机器。他连办案都会办到翻车，他抓不到 Antifa， 因为 Antifa 不存在。他办不下 Comey， 因为证据不够；他告不倒索罗斯，因为连自己的弹药都是灌水。他唯一真正做到的事情是恐吓，是让100多个公民组织联署一封信，说我们害怕，我们的言论自由跟募款正在被威胁，是让每一个想捐钱给人权组织的人捐之前先抖一抖。他碾不死任何一个具体的人，但他可以让整个社会活在一种不要乱讲话、不要乱捐钱的寒蝉里。我要你具体的感受一下这个寒蝉是什么，它不是抽象的，它是一件很具体的事情。想象你是一个小基金会的会计，你们资助一些做移民权益、做游民服务的小团体，都是合法的，报税报得清清楚楚。有一天你打开新闻，看到副总统点名了跟你们同类型的大型基金会，说他们有问题，于是你也跟着有问题啊，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司法部发条子叫检察官准备调查，罪名栏里面写着资助恐怖主义。谢谢鲁鲁米斗内的什么东西？阿根廷。来，你这时候会怎么做？你是这个基金会的人，你这时候会怎么做？你会不会下意识的想，那个做移民权益的案子，我们今年是不是先别接了？那笔要捐给游民团体的钱，是不是先缓一缓，等风头过了再说？你不是被抓了，你甚至没有被调查，甚至没动到你身上，但你已经自己把自己审查了一遍。这就是寒蝉效应最厉害的地方。他根本不需要真的抓到人，他只需要让可能被抓这个念头住进够多人的脑子里，然后每一个人都会自己动手，把自己那一份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一点一点的主动缴回去。国家机器一颗子弹都没发，一个人都没关，但整个社会的声音已经自己小掉了一半。我看清楚了一件事情，真正能让一些人闭嘴的事情，从来不是那些被关进来的人。我在北监看了很多被关进来的人就安静了，被关进里面的人永远是少数。真正让台湾安静下来的是外面那些没被关。他们学会了闭嘴呀，这才是关押一个人最大的投资报酬率。你关一个，下注1000个，这就是把危险都在对面那个念头交给国家机器之后的下场。它未必真的能消灭对立面，但是它一定会先摧毁掉那个大家可以安全的不同意的空间。而我必须告诉你，这个我看过。乌克兰的泽伦斯基怎么用跟俄罗斯勾结这顶帽子去搞掉他的政敌？下一章啊，我把这2件事摆在一起，让你看清楚一件事：无论那顶帽子上写的是通俄，还是资口，还是卖台，还是亲中，底下那颗头想干的事情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出口物，谢谢你的斗内，谢明峰也谢谢你的红牌。来，索罗斯这一张脸呢，我们要来讲，这是一个被全世界共用的剑法。聊聊索罗斯这3个字啊，怎么变成一个符号的？那这个我去年的时候就写，在国内，在台湾有一位头发很卷、疑神疑鬼的立委，曾经拿过索罗斯的钱。这句话我当年点到为止，读者自己
猜就知道。2026年的今天，不讲你其实也都知道了。所以我要讲的重点不是那位立委是谁啦，而是索罗斯这个名字已经变成全球右派用的一支万用剑，只有台湾还抱着索罗斯把它当民族救星。从美国，从匈牙利到我们台湾，只要有人想把一件事情打成境外势力在背后操作，把索罗斯名字抬出来就对了。在美国，他资助 Antifa， 资助暴力示威；在匈牙利，总理奥班搞了一部法律，民间直接叫他 Stop Soros 法，停止索罗斯法，把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整个赶出匈牙利，赶出了索罗斯自己的祖国。在这里，台湾反而把索罗斯变成拥抱的对象。我们很骄傲的成立索罗斯基金会赞助的组织，我们很骄傲的参与他的活动。你看真妙，我们跟全世界刚好相。彩虹宝宝，谢谢您的抖内。那我们这样讲，一个人怎么能同时是这么多国家、这么多不同阵营眼中那个躲在幕后操纵一切的神呢？结论是他们。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种能力。索罗斯不是神，他不可能同时在华盛顿策动暴乱，在布达佩斯颠覆政府，又在台北影响选举，这在物理上就是不可。那为什么全世界的右派啊都选他呢？因为他实在太好用了。你想想看，他有钱。非常有钱，他真的会捐钱给自由派、进步派的组织，所以他在资助对面呢有一个真实的底。谢谢 Edison 抖了力量药水，这又是新的图片啊。而且他又是犹太人，他以前也参与过金融危机，这让他那些更黑暗的反犹的阴谋论有了寄生的温床。而且他年纪很大。95岁，几乎不可能出来一个一个反驳。它是一个方便的符号。当你需要一张脸来替我搞不懂也不想搞懂的复杂世界背锅的时候，索罗斯这张脸刚刚好。而且他跟台湾的执政党关系反而比较好，这倒是真的很妙的事情。来，我们帮你把这个方便拆得更细一点，因为这是整套操作的引擎。但是你要拿来对照台湾呢，要对照是抗中这件事情。你要动员一群人去去对抗某个东西，你会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难题。谢谢兔兔抖妹。美国的示威为什么那么多？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有移民政策、通货膨胀、生活成本、对战争的不满、对某些政策的愤怒，成千上万个人因为成千上万个不同的理由，各自走上街头。这个真相是对的，但它一点都不好用。你没有办法对着群众喊我们要对抗成千上万个复杂的彼此矛盾的社会成因，这种话没有人会跟着你上机啦。可是你只要把它换成一句话，这些示威全部都是一个人在背后出钱的，瞬间一切都通了，一切都通了。复杂的世界被压缩成一个名字，无法对抗的结构性问题被替换成了一个可以被逮捕、起诉、被关进监狱的具体的人。你不需要去理解那成千上万个理由，你只需要恨一张脸。这在动员上是天文数字等级的效率提升。这就是为什么单一主谋的故事永远比复杂成因的真相卖得好。真相不能被逮捕，但符号可以。真相没办法让你今晚就睡个好觉，但抓到主谋了可以。索罗斯的功能就是把一个让人焦虑到无力的复杂世界，变成一个让人安心的有头有脸的敌人。这是我们正常讲的，索罗斯就是标靶，而且他在台湾做的事情比国外更多啊。所以啊，索罗斯到底是不是真的无辜，我们不敢讲。就他啦，那他赞助了这么多单位，他自己要负责啊。所以啊，请大家好好想一想，
来，我们置顶的有刚讲的富士苹果，还有之前讲的固泰科。这个是固泰科最大，目前在台湾有在卖最大的电池4万毫安培。但是我用它其他电池2万或者1万5的时候也很方便，因为固泰科的电池芯是真的好。我上次用它的电池的时候，用了3年才坏。我从2023年拿到一颗，一路到现在才坏掉。你看，哦，所以有网友问我，那个谁阿文还传讯问我说，哎，7月27号要不要上街次直播？我说我不会去的，可以去啊。为什么？因为天太热了。7月25号上街，妈呀，拜托！不好意思，太热了，所以我不能上街。哇，滨崎真绪这么呛，现在全部都翻成中文留言了。显然他知道这一次的战力都是台湾人啊。哎呦，好，等等，哎，这样子老婆应该做一集滨崎真绪耶。我不知道这次要上街做什么，没看，我没有看。对啊，那为什么不包个大巨蛋呢？让我们室内抗议嘛，让我们吹冷气抗议嘛。Lotto Big，谢谢你抖了一个星星。来，简单讲，我专栏的另外一篇讲的是乌克兰的泽伦斯基在战争期间做了一件事，他用跟俄罗斯勾结，去处理掉了几个他的政治对手，几个不听话的几个碍事的人，在一个在被俄罗斯入侵的国家里，通俄是最重的一顶帽子。你只要被扣上，你就百口莫辩，因为整个社会都在打仗，没有人有耐心听你解释，没有。哎，但是等等，你知道吗？泽伦斯基真的秋足了哦。他觉得俄罗斯最近状况不好，于是他做什么？他把我们之前直播讲过那一个乌克兰最年轻的战争天才，从数位部长转到国防部长那个人解职了。解职了，谢谢谢明峰的抖内。山仔医生说兵棋那么呛，等等来看片复习一下。他似乎有这样子的人设的片，但是好，等等，我们不要讲太多。妈出外景都要中暑了，好不好？但是有网友送我那个凉感布，我这几天带着儿子出去散步的时候，我都把它披在头上，因为不然真的会中暑。哈，滨崎真绪还不算一线女优，干这一线女优的定义是什么？山上优雅啊。David Jackson 说庆祝我的 Threads 回归，小小赞助一下 ，IG 也没封，还好这次迅速恢复。好，所以你看，美国川普用的帽子叫什么？资助恐怖主义，跟 Antifa 有关。
在一个刚刚因为 Charlie Kirk 之死而群情激愤的社会里面，资恐也是很重帽子。在台湾就是亲中，就是配合中国里应外合。你只要被扣上帽子，你也百口莫辩，因为整个社会都在悲愤，没有人有耐心听你解释一个基金会的会计细节。一顶帽子写的通俄，一顶帽子写的资恐，一顶帽子写的亲中，一顶帽子写的卖台，你把这2顶帽子拿起来，里面的标签他妈是一模一样的。David Jackson 又回归了，谢谢你，祝你一切顺利啊！高桥都退休了吧 ？Leisure Years， 你这个账号摆明是他抽到的，对不对？高桥圣子都退休了，山上优雅也退休了，那个什么什么环奈，妈记不得，就是那个他的那个艺名模仿桥本环奈的，大概只有他留下来而已。然后你告诉我那是一线女星，看怎么妈那个，那所以现在那个特异龙是地球霸主喽。不是桥本环奈啦，他艺名是什么？看我忘了。鲁鲁米说最近直播都没通知，麻烦大家多按赞帮忙推播。朱大加油！对啦，好啦，我想想看，现在世界各国用的都是戴帽子，一模一样。濑户环奈，对对，就这个名字。他们的功能是找一个当下这个社会最恐惧、最痛恨的东西，不管是俄罗斯，不管是恐怖主义，不管是什么什么小，反正最恐怖、最痛恨，就他妈拿来用。那为什么要拿来用？因为好用啊，因为好用啊。把你的政敌跟他绑在一起，然后你就取得了用非常手段对付他的正当性。你不需要证明他真的通俄，你只需要让通俄这2个字跟他的名字在够多人的脑子里面出现的够频繁。我要讲一句今晚可能最重要的话：打击敌人永远是扩张权力最好用的理由。无论那个敌人被贴的标签是通俄、是亲中、是资恐、是卖台、是境外势力、是动摇国本，还是危害国家安全，当一个掌权者告诉你，为了对付某个很可怕的敌人，我需要一些平常不该有的权利的时候，你要盯紧的。从来不是那个敌人有多可怕，那通常是真的，或至少半真的。你要盯紧的是他趁机要来那个权利，事后会不会还回去啊？谢谢 JJ Fish 的抖内，怎么现在有法国跟阿根廷啊？好啦，泽伦斯基不会告诉你他为什么要那个权利，川普也不会，他们只会指着对面说：“你看。”那里有一个很可怕的敌人，让我们使尽浑身解数打倒他，而你只要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你就已经掉进第1章那个陷阱里，因为你又一次把注意力放在危险在对面，而放过了正在指的那一只手。何玉米说：“听朱大讲话很过瘾，有朱大真好，很有 power， 讲话很到位跟精准，谢谢你。而且我是一个做功课人，我看书，而且我最近打算把我的人格灌到 AI 里面去，我打算把我写过的书一页一页送进去，但是我找不到我的硬碟的转接线了，所以我现在要去买一条转接线，然后把东西灌到 AI 里面。来，我知道讲到这里，一定有人在聊天室里面打字说：“朱大，你讲的是美国是乌克兰，那是别人家事情，关我们台湾什么事？关系大的。”我讲到这里，如果你每天都在看新闻的话，你就知道他妈根本是一模一样。这个帽子的工厂是跨国连锁的，
你把通俄资恐、亲中卖台、境外势力、中共同路人、认知作战、危害国家安全，通通贴在一起，你就会发现那个句型一个字都不用改。为了对抗某个很可怕的敌人，我需要一些平常不该有的权利。这句话把中间那个可怕的敌人空格挖掉，是通用模板啊。在美国那个空格填人踢法，在乌克兰填俄罗斯，在匈牙利填索罗斯，在台湾这里，你自己想想，那个空格最常被填进去的是什么？是什么呢？我不是说那些敌人都是假的哦，我跟你讲，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很多时候，政府的网军是没有良知的，他是领钱的。那我要怎么讲？我要告诉你，某些威胁真的存在，俄罗斯真的在打乌克兰。他总是这个整套操作总是建立在一个半真的恐惧之上，纯粹编造的谎言反而好猜，难猜的是那种你想的威胁有一半是真的，但你要来的权利是那个威胁的10倍的操作。干 just 的马上去贴那个银河共和国的议长 Papeldin 的演说，所以我要把那句话再讲一次，因为它值得你记一辈子。你要盯的永远不是那个敌人有多可怕，而是掌权者趁机要走那个权力，事后会不会还回来？敌人可能是真的，但是那个事后不还的权利一定是你的问题。这一刻，不管你关不关心美国，都用得上，因为砌墙把你砌在里面的手法是进口的，但是被关在墙里面的会是本地人。而你只要顺着他手指看过去，你就已经掉进了第一章那个陷阱里面了，因为你又一次画错了重点。而且我要讲的是，重点是真的，谎言说10000次就会变成真理的。他妈，你说砍树有利于无人机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这样讲，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有太多数或太少数决定了战争、无人机战争中的胜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俄罗斯应该到处丢烧夷弹，然后打到乌克兰没办法挡才对。但是这种话说多了，你就会信，因为有太多人没读书，瞎鸡巴讲。你像昨天那个内容，跟你讲说，妈干，乌克兰进口台湾的电池是全国进口量的第3名啊，好棒棒啊！你一听是真的，对不对？感觉台湾的无人机跟电子产业就有机会就升起来了，但他妈只占4%啊，只占4%啊！苏丢冠说，初大你要大量文本人格塞进 AI， 光读不够，你要建立 RAG 系统，慎选 embedding 模型，维度越高越好。干，能力有没有办法这样做？我最近还在写小说，我觉得他写小说写的还不错，说。来，你看，我们从头走到尾。今天直播，我说过，今天直播比较短，但是因为它比较偏向认真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想的事情很简单呐，就是请你重新思考一件事情。
从一组民调数字到一组国家机器专办左派，到一个被全世界通用的索罗斯剑法，到一个通俄跟资恐共用的帽子，到底是左派危险还是右派危险呢？我今年的答案是这样子。最危险的从来不是左也不是右，最危险的是那种确信危险只在对面的人。我跟你讲，我的以前的专栏我这一阵子把它翻出来，我自己又再看了一遍，我觉得我到现在都相信而且秉持为一个重要的主张的是，从来不是唯恐天下不乱，是唯恐你以为天下太平。我的工作就告诉你，现在天下并不太平。你再听一遍，仔细想，从来不是唯恐天下不乱，是唯恐你以为天下太平。因为你以为天下太平，你就会松懈，你就会躺平，你就会以为没有事。所以所有人，当你都把罪责跟问题归责于对面的人的时候，社会就是大乱。我跟你讲，应该这么说啊，对我来讲，入7094，谢谢你的抖内，我天下大乱，我可以形势大好，我没有问题的。但是那些弱者呢，那些没有办法的人呢？所以我们必须要讲，美国现在的状况已经越走越歪，越走越绝望。Charlie Kirk 被暗杀，该不该谴责？该，毫无保留的该。一个30岁年轻人，因为他讲话被枪杀，这是绝对的悲剧。但如果我们从这场悲剧里面学到的教训呢，竟然只是，所以我们可以用国家的力量去摧毁左派，摧毁对面，那我们就没有从悲剧里学到任何东西。我们只是学会了如何制造下一场悲剧，我们只是拿到了下一张许可证。我在北监身边有非常多被国家机器判定为危险的人，所以我要跟你分享的是，请你永远要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你永远要明白，人家告诉你危险是真的危险，还是希望你以为天下太平。我们之前都讲过，股市不稳了，股市有危机，股市过热了，我们都讲了啊，我们都讲了。那你看这几天的大跌，很多人挫赛吗？的确，很多人挫赛。那为什么挫赛？原因是因为你太过天真的相信股市永远不会跌。我们早多久以前就开始跟你讲了，请你审慎为之，不要重压，不要2倍、3倍、4倍杠杆压下去，因为你的风险承担度会太低，而且我可以告诉你，短时间恐怕都会盘整。所以不妙啦，至少接下来1-2个礼拜不妙啦。那但是，整个不妙也没办法解决啦。好啦，我要送给今晚所有的观众一句话：不管你现在是左派还是右派，当你下一次又急着要证明危险都在对面的时候，请你先停1秒，回头看一眼你自己手上是不是也正在握着一张标签跟一支笔？因为那道你以为在对面的围墙，很多时候是你自己一手砌起来的。
我还想留最后一个想法给你，关于代价。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等价交换。当你为了对付一个你确信的敌人，去支持一台不那么讲程序、不那么符合法律规则、不那么管证据，只要能够摧毁对面就好的国家机器的时候，你以为你付出的代价是对面倒霉？你错了，你付出的代价是你自己也失去了那道保护。因为一台可以不讲程序去办对面的机器，等到有一天风向变了，换人掌权了，他会用一模一样的不讲程序回头来办你。你今天为了打对面而亲手拆掉了程序正义的墙，明天就会挡不住射向你自己的那颗子弹。你以为你在买一把对付敌人的刀，其实你买的是一把没有刀柄，两边都是刃的刀。这就是等价交换，这就是你想要绕过规则消灭敌人，有一天你就必须接受你自己也会活在那个没有规则保护的世界里。你不要以为你站在胜利者那边，你就不用付这个代价，代价只是延后了，而是利滚利。所以真正该思考的，从来不是我要赢，我一定要赢，而是那道让大家可以安全的不同意。因为那道墙是你我这种没有权利的普通人唯一的护身符。真相总是伤人的，今晚这个真相特别伤，因为它伤的不是对面，是我们自己，是我们每一个那么想、那么确定坏人都在那一边的我们自己。科学终将胜利，而科学今晚给我们的最后一课是，在你指认敌人之前，先确认你手上那把尺量的到底是它有多危险，还是你多想要让它变得危险。我是朱学恒，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今晚我们把高墙里面见过的道理讲给高墙以外的你听。我们的斗内的 QR code 都来了，有绿界，然后有支付宝，然后有这个微信。各位如果觉得今天讲的不错，那就希望之一，你也太早了吧，你也太早按了吧。如果各位觉得今天讲的好的话，就可以抖内。那如果觉得讲不好也没关系，那我们就看看。所以呀，各位，这才是一个麻烦的地方啦。我们现在面对的世界呢，就是这么麻烦。好啦，什么照昨天抖内，但我昨天没有念。我看看啦，支付宝。啊，目前为止都没有钱。话说诸大 AI 都是用电脑用还是用 App？ 我交互着用啊，哪里方便我就哪里用。Henry Shea 说，这个制度如果让人民对立，跟导致国家没办法发展，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制度？所以我只能说快逃啊！那但怎么办呢？各位就好好再想一想吧。好了，今天的内容，如果各位觉得稿子写得好，讲的也好，请按1；如果觉得稿子写得好，讲的不好，请按2；如果觉得稿子写得不好，讲的也不好，请按3。然后我看一下我们今天投票的结果，83%的人觉得美国左右两派越来越僵持不下，互相仇恨。你们发现很熟悉？有
在台湾就是这样子，请各位多多按赞啊！那因为现在开直播都没有通知啊，所以我们最近的流量又有一点减少，但没关系，我们就认真做，长期主义就是这样子。置顶的有智利富士苹果连结，还有那个我们佳美人的酷泰科行动电源是真的好用啊，真的好用的行动电源。那有一个好的行动电源，你的出外的能力就大幅增加了，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好吗？那今天就这样开开心心的跟各位说再见了，请各位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以后有一天会再相见，好不好？来，我们就让各位听完这一首2分钟的俄罗斯舞曲吧，哈哈哈哈哈！ Кто выше любого креста, цепь времен в наших жилах бьется, гор небес над землей поет. Тот, кто пал в легионы, зовется, тот, кто выжил в бессмертие, идет. Сталь в ножнах поет о далеком, лед трещит под тяжестью лет. Небосвод, что казался высоким, ждет кровавый полночный ответ. Взгляд, как искры костра в буране, сердце молот в грудной тишине. Срок измеренный, путь наш в тумане, ножны брошены в стылой волне. Грянет буря стальных знамен, смерть и слава один закон. Там, где ветер сечет, лет мы сомкнем боевой венец, зов земли в нашей крови горит. Каждый шаг наш гранит седой прост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иговор. Снег окрасится в цвет заката, твердь дрожит под ударом ста. Пусть запомнит седая дата тех, кто выше любого креста. Цепь времен в наших жилах бьется, гор небес над землей поет. Тот, кто пал в легионы, зовется, тот, кто выжил в бессмертие, идет. Грянет буря стальных знамен, смерть и слава один закон. Там, где ветер сечет, лет мы сомкнем боевой венец, зов земли в нашей крови горит. Каждый шаг наш гранит седой прост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игов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приговор. Сталь, земля вечна.